开录音机，准备诱导魏若来指认沈图南。最终魏若来精神崩溃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而林乔松也彻底癫狂，怒吼着让手下用水泼醒，想继续给魏若来用电信，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。但冷静的手下及时拉住了他，因为魏若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能再用刑了，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猝死。其实魏若来只是个棋子，军统以及一些金融大佬想利用魏若来扳倒他的师傅沈图南，也就是中央银行的行长。所以沈图南正在家里想办法，因为军统给魏若来扣上了地下党的帽子，还怀疑自己有通共嫌疑，所以他不能袖手旁观，也一定要救出魏若来，要不然他自己也得完蛋。毕竟通共可是大忌。就在他束手无策时，妹妹却给他指了一条明路。若来这次抢枪呢，是为了保护我们在。找到事情的突破口之后，第二天他们兄妹就开始行动。沈静珍给林乔松打电话，假装说要请他吃饭。林乔松听后开心的不行，直接停止对魏若来的审讯。殊不知等他来到咖啡馆，坐下与沈静珍吃饭时，沈图南则买通小特务，偷偷进入到军统里，然后在牢房的最深处见到了皮开肉绽的魏若来。当魏若来艰难地抬起头与他对视的那一刻，沈图南心痛地低下了头。他知道徒弟之所以这样，全都是因为自己。沈图南顿时浑身一颤，眼中也瞬间泛起泪花，然后没回头直接离开。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救出魏若来，不仅要还徒弟一个清白，还要为他讨回受到的屈辱。男人用一把指定的手枪偷偷处决一名死刑犯，然后再抠出他体内的子弹，装进伪造的证物瓶里，接着告诉调查人员说这一枚子弹就是从犯人魏若来枪里射出的，所以就是他杀了那个地下党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他直接就要给魏若来定罪，但调查人员却不同意，因为魏若来从始至终都不认罪，还说他根本不会用枪。所以在调查人员的一再坚持下，特务头子就带魏若来来到靶场，让他实地开枪检验一下。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指纹，带走。接着调查人员进场勘查，从靶上的情况来看，魏若来的枪法还不错，虽然位置都有些偏差，但6发有4发都打在了靶上。可专家却不这么认为，从魏若来握枪的姿势到他第一枪差点脱手，都说明他之前大概率没开过枪。他有可能。面对其他两方的坚持，林乔松无奈带他们来到现场，而他的阴谋也即将被揭穿。因为专家实地考察之后，很快就找到了杀手当时所在的位置，距离被害的李胜达足足有50多米远。再加上当时还是深夜，如果魏若来之前没摸过枪，几乎不可能一枪击中胸膛，且还没有补枪的行为。再加上地上37码的鞋印，更加说明不是魏若来，因为魏若来的脚是43码。就在林乔松以为阴谋得逞，可以处决魏若来了时，在树林中的沈静珍却好像有重大发现。随后他们就回到侦缉队，威廉对那枚弹头做比对，一旁的林乔松信心满满，因为这是他精心设计的。他开头处决死刑犯的那把枪就是魏若来的，所以子弹和枪的口径完全一致，而且从弹道的磨损程度来看，就是从这把枪里射出来的。各位，没有异议了吧？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。特务头子见状彻底傻眼，因为他之前伪造了一系列的证物，就是要嫁祸栽赃魏若来，是杀害李胜达的凶手。但现在弹壳的出现，将会推翻他之前所有的伪证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。林乔松听后顿时心惊，因为子弹也是他伪造的。如果第三方的法医化验，他的计谋立刻就会被揭穿。就算是死不承认，这个案件也经不住调查，因为李胜达并没有死，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呢。所以调查组一定会刨根问底，最后会要求检验李胜达的尸体，到时候一样会被揭穿。再加上调查人员都在现场，于是他就立刻解释说，可能证物室的证物太多，手下刚刚拿错了。随后他就交出真正的子弹，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，从李胜达身体里取出的这枚子弹，并不是从魏若来枪里射出的。我看你想怎么样？原来林乔松之所以栽赃魏若来，全都是他顶头上司安排的。但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他之前做过的伪证和事情，都将会成为他的催命符。因为魏若来的师傅沈图南是中央银行的行长，回头一定会找军统战要说法，到时上级就会让他来当替罪羊，所以他才拦住沈静珍。因为沈静珍是沈图南的妹妹，说自己可以保魏若来平安无事，但只求令兄回头别为难自己。沈静珍听后轻蔑的一笑，你想太多。小弟听后顿时心惊，怪不得一个小小的魏若来竟然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原来都是大人物在明争暗斗，魏若来只是个幌子罢了。随后林乔松来到牢房里，让魏若来大吃大喝了一顿，因为他还是有些不放心。而饿了10多天的魏若来从始至终都没有抬头，一直埋头往嘴里干饭，最后喝了一口水才算满足。他也知道林乔松的用意，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沈图南就闯进军统的办公大楼，要求特务头子立刻放人。
这绝对是追风者中最燃的一击。沈图南为了徒弟魏若来，直接闯进军统的办公大厅，要求他们立刻放人，要不然就亲自开新闻发布会。最终军统面对上面的威压，无奈释放了无罪的魏若来。而看到魏若来身上的伤，沈图南简直不忍直视，可想而知他在军统经历了什么。但即便被打得半死不活，魏若来也没有出卖师傅，这是沈图南最心痛也是最欣慰的，自己果然没有看错。随后就将他带到家里，为他做了一桌子好菜接风。接着沈图南又教导了一番，虽然这次有惊无险，让魏若来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毕竟他们身处乱世之中，有时候因为一句话都有可能会丧命。可随后魏若来回到居住的地方，之前关系都很好的邻居看到他像是见鬼了一样，纷纷都躲远远的，生怕跟他扯上一点关系。因为之前报纸上刊登过，说魏若来是地下党，所以大家才避而不及，只有兄弟阿文一个人敢接近他。周姨的话说的魏若来心里暖暖的，可就在他感动之时，周姨却又突然拦住他，说房租费要再涨2块大洋。魏若来是又感动又好笑，反正无所谓了，毕竟他现在月薪都50块。于是他好好休息了几天，等身体和精神都差不多了之后，就再次来到央行上班。而同事也和邻居一样，看到他都避而远之，尤其是黄秘书还堵在楼梯口，说他不该回来的。其实魏若来也很清楚，自己待在沈先生身边以来，已经惹出了很多麻烦，但他并不想放弃在央行，所以就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，自己绝对不停留一秒。接着他就要走上楼，刚好看到了上面的先生。此时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刚刚的话先生肯定听到了，那他会不会赶自己走呢？先生，若来，想拜我为师吗？房间内突然冒出诡异的白烟，小特务见状立刻走上前，可敲了敲门却无人回应。就在他想推开门进去时，却瞬间浑身抽搐倒在地上，门把手上被接上了高压线。而不知道情况的队友跑着过来查看情况，下一秒就被人扭断了脖子。而与此同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守在楼下的特务头子立刻带人闻声而去。殊不知酒店里要保护的人突然被陌生人敲开了房门，当看到对方之后，被保护的洋人瞪大双眼。雷鸣！就在林乔松将雷鸣拉到医院门口时，中枪的雷鸣却突然醒了，手下也在此时发现雷鸣脸上居然有硅胶，原来这个人是假冒的。林乔松见状知道中计了，于是立刻赶回理查酒店，因为真正的雷鸣刚刚已经进到了酒店房间里，但他并没有杀掉德国人，而是坐下与其攀谈了起来。因为德国人正在买钨矿石，之前一直是跟国民党合作，但由于一些种种原因，最近暂时终止了合作，所以我党人员就秘密找上门。因为国内大部分钨矿石的产地全都被我军牢牢掌握着，所以不管是货源还是价格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，但德国人却没有同意，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终止合作，只是想压价而已。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共双方正在交战，以国军的武器装备来说，应该不会败给我军的，所以德国人不想冒险。雷鸣听后点了点头，他知道这次可能会无功而返，但最起码有了交流，以后还是有机会合作的。让开！大哥，没人。虽然2名手下被干掉了，但好在德国佬没事。于是林乔松立刻回去审讯，他怀疑冒充雷鸣的人可能是地下党假扮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掩护雷鸣。此时的林乔松气急攻心，不仅死了2个兄弟，最后竟还一无所获。可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昏迷半个月的李胜达醒了，这让林乔松再次燃起希望，于是立刻带人赶到医院里。到底是谁想杀你？你们还没抓着他呀？特务头子听后没有犹豫，立刻带人回去拿金条，这可是立大功的好机会。殊不知却中计了。等他们前脚刚离开医院，李胜达就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然后打开窗户向下看去，但没想到这里居然是10楼。于是他就改变策略，拿下架子上的输液瓶，用一块破抹布包住后摔碎，取出一片大小合适的碎片。等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，就迅速用手捂住他的嘴巴，然后将他捆在床边。还没打完吗？给我滚！原来李胜达并不是想逃跑，而是他信不过林乔松，所以要面见军统的最高长官康野。因为他非常清楚，即便自己得到金条提供出情报，林乔松依旧不会放过自己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他是地下党的叛徒，地下党的锄奸队也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只能铤而走险。如果能得到康爷的青睐，那自己也多了一份保障。要你该跟他。接着他们将李胜达捆在床上，然后用老虎钳一颗颗的将李胜达的脚趾甲全部拔掉。而每次在拔的时候，彪子都露出兴奋的表情。他不愧是林乔松的得力干将，把凶残狠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最终李胜达直接疼晕了过去，但这却并没有结束。彪子让人给他打1针止疼药，等醒了之后再继续折磨，看他还敢不敢耍花样了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刚刚在门口发生的一切全都被沈敬真给看到了。当时他惊得瞪大双眼，之前被处决了的李胜达现在竟然还活着，而且还跟特务在一起。喂，挂掉电话，老徐还是难以置信，李胜达是他亲手处决的，
怎么可能没死呢？而他更不知道的是，刚好在医院的沈静珍准备私自去处决李胜达，殊不知这将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，因为正下方就是叛徒所在的病房。紧接着他就顺势而下，用铁钩悄悄打开插销，特务竟然就在窗户旁坐着，这让女人的心瞬间咯噔了一下。还好此时正处深夜，看守的特务正好在打盹，于是他就悄摸劲儿地打开窗户，等翻进房间里的那一刻，迅速转身一刀刺入大动脉。队长，小一点。哎，谢谢队长。就在叛徒停止反抗的那一刻，女人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，于是她立刻翻身下床，快速从窗户离开并关闭。紧接着特务头子就走了进来，当看到地上被杀的手下，他赶紧跑到病床边，发现李胜达竟然没了呼吸，于是立刻进行心肺复苏。而刚刚逃离的沈静珍正顺着绳子往上爬，可窗户却突然被风吹开了。此时的林乔松暴跳如雷，因为李胜达知道重要情报。就在他暴怒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大口的喘息，李胜达居然被救了回来。于是他立刻上前揪住衣领。是谁要杀？沈静珍听后瞪大双眼，李胜达居然没有死。可当时李胜达停止反抗之后，他还摸了摸脉搏，李胜达的确停止了心跳，再加上门外有人在靠近，所以他就迅速离开了。殊不知人在窒息后的短时间内是可以被抢救过来的，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第二天林乔松就给李胜达办理转院，可就在他们要走出医院时，遇到了在院子里的沈静珍。因为沈静珍的侄女生病了，所以他才出现在医院里，恰巧发现了叛变的李胜达。当看到沈静珍的那一刻，林乔松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他最近的几次行动好像都与沈静珍有关系，而且还都是关于地下党的，心想这个沈静珍不会有问题吧。接着女人从他身边经过时，那一股熟悉的香水味让他瞬间瞪大双眼，就是这个女人没错了。但他却并没有说出来，而是去跟特务谈条件，说自己找到了地下党，条件就是10根金条，而特务早就给他准备好了。看到金条，男子瞬间兴奋，说说吧。特务头子听后瞬间提起精神，立刻下令让手下去逮捕。而为了万无一失，林乔松直接兵分3路，一个去沈静珍的工作单位，另外2队去他家和车站。这次势必要抓到沈静珍，而他的猜测也果然没错。沈静珍知道自己可能暴露了，所以此时已经来到了车站，准备先坐车赶往苏州。可就在车要开的时候，广播突然说去苏州的车要晚点半小时。沈静珍听后并没有在意，殊不知车站是接到通知，所有列车都要晚点半个小时。等到要上车时，他才猛然发现有特务在站台上挨个排查，他猜测可能是冲自己来的，于是就赶紧躲藏起来，然后从车底钻到另外一面，想偷偷的离开火车站。即便被特务抓个正着，沈静珍依旧坦然自若，因为当时他刺杀李胜达的时候，装扮成护士戴着口罩，即便李胜达过来指认，也不可能说一定是自己，所以自己只要死不承认，再加上哥哥的身份，特务肯定不敢对自己怎样。但这次他却失算了，因为特务头子与他哥哥有仇，这次之所以如此果断地抓他，就是想趁机扳倒他哥哥沈图南。看到沈静珍伶牙俐齿，康少杰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让人去他家里搜。因为当时李胜达体内的子弹是一把大撸子的子弹，但沈静珍身上却没有枪，所以林乔松就到他家里搜查。因为沈图南刚好不在，所以就翻了个底朝天，但最后却什么也没找到，更别说大撸子手枪了。慈叔见状赶紧给沈图南打电话，但却迟迟无人接听，而魏若来也得知了这件事。女人行动败露，被特务抓到，可她不仅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还戏耍军统的特务头子。特务头子气得暴跳如雷，但他却又不敢用刑，因为女人的哥哥是政府要员，再加上没有确凿的证据。而就在他审讯的时候，女人的哥哥就找上了门。特务头子见状立刻解释，说有一个叛变的地下党指认沈静珍是地下党，所以才带回来审问的。从康少杰的话中不难看出，他还是很惧怕沈图南的。康少杰听后顿时心惊，李胜达的确失踪了，他的手下全都在外面寻找，如果找不到李胜达这个证人，那就得无罪释放沈静珍。即便被沈图南猜出来了，但他却不打算放弃，于是就把老蒋搬出来，说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殊不知沈图南的底线就是家人。接着他就拿出一个账本，是康少杰在中央银行的所有账户，全部的黑账记录得清清楚楚，反正就是一句话，要么放人，要么鱼死网破。沈图南气势如虹的架势彻底镇住了康少杰。接着沈图南进到牢房，二话不说直接带妹妹离开，期间没一个人敢阻拦。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，回去之后他让妹妹跪在父母的灵牌前，因为沈图南也不是傻子，为什么李胜达不指认别人，却偏偏指认妹妹静珍呢？所以当着父母的面，他非常严肃地问妹妹到底是不是地下党。但沈静珍怎么可能承认呢？说这次和上次一样，他们之所以诬陷我，目的是为了扳倒哥哥。即便看到哥哥担心的样子，沈静珍也不能暴露身份。其实他的心里也很痛，毕竟哥哥也是为了自己好。但现在还有一个大麻烦，那就是失踪的李胜达。
如果他被军统找到了，那沈静真还会被军统带走。如果到那个时候就没人能再保他了，那李胜达到底去哪了呢？男人回过头，突然惊奇地听到特务说自己的仇人还没死，现在就住在理查酒店里。于是他就跟踪2个特务来到酒店，看着他们走上5楼之后，他就在4楼开一个房间，然后挨个向5楼的房间打电话，假装问要不要打扫卫生，很快就打到了仇人的房间。